这个男人简直是韩国娱乐圈的顶流，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甚至成了当红女爱豆的理想型。不过有这么一个人，光是听他的名字就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韩星关掉了收音机，对万人迷的称号嗤之以鼻。很少有人知道韩星和他的关系，两人其实上了同一所大学，一起毕业离开校园后，孔泰辛走上了偶像之路，一跃成为顶流，而韩星则成了娱乐公司的经纪人，每天为艺人们操碎了心。这天下班后，韩星打扮精致去餐厅相亲，对方身高长相职业都很不错，一听韩星是混演艺圈的，迅速展开了话题，说自己的妹妹是孔泰辛的狂热粉丝，还讲了一大堆妹妹追星的事情。谈话这么和谐，气氛这么融洽，韩星的电话却不合时宜的响了。有记者向他追问公司艺人恋爱的绯闻，韩星咬牙切齿，本想待会回复，结果刚回到餐桌上，手机就弹出一条短信，说是旗下艺人恋爱的绯闻被曝光了。他心里有10000只羊驼在狂奔，忍不住爆了粗口，然后借了相亲对象的手机，一边翻阅新闻，一边疯狂动员同事们澄清这件事。相亲对象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等了大半天，中途还被韩星放了鸽子。不用多说，这场相亲自然是黄了。打了几十个电话，韩星总算忙完这事了。他一回到家就把饮料一口气喝完，发现饮料灌上的脸，瞬间觉得有点恶心。车站旁边还有大楼顶上的大屏幕，全都是孔泰辛的广告，韩星根本避不开他。回想孔泰辛出国前对他那些轻蔑的举动，心里总觉得乱糟糟的。转眼间，孔泰辛已经在非洲住了1年了，他的房间里贴着韩星的照片，那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合影。他写了张小卡片，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忙翻译，临走前好跟非洲朋友们道别。工作人员夸他帅气又善良，像个天使一样。孔泰辛有点不好意思。这天公司安排了体检，韩星和另外3个同事一起去，结果检查还没开始，同事就被叫走了2个，只剩下他和一个新人。熬到最后一个检查项目，新人的手机响了，韩星紧紧抓住新人的手，用恳求的眼神请求他别丢下自己。结果没过2秒，自己口袋里的电话也响了，旗下艺人又搞出新的绯闻，还被拍到接吻的照片。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显得多余。韩星咬牙切齿，迅速敲击键盘给出解决方案。等他忙完体检的人只剩下他一个。韩星打了麻醉，做梦都在澄清各种绯闻。睡着了这一阵子，手机接了100多个电话，几十条未接短信。他麻药劲还没过，就赶去公司处理问题。这次是公司的王牌孔泰出了负面新闻，有人说他对同行的志愿者施暴，性质相当恶劣，所有人都很忐忑，怕这是真的。但韩星的话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经过核实，只是在踢球时不小心碰到了其他志愿者的头而已。韩星和同事们打了1下午的电话，终于向媒体澄清了这件事的腹黑性格。韩星比谁都清楚事情十有八九是这样子的。孔泰辛因为球技不好，被志愿者嘲讽了，表面笑嘻嘻，却借着踢球的机会给那个人一点教训，然后装作失误跑去关心。时间过得真快，离回归只剩6天了。韩星像平常一样到休息区喝咖啡，但这次他一回头，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面前。这个当红男星竟把女孩堵在男厕所，虽然女孩一直在求饶，但他还是爬到了隔间上方。这架势再配上一副狰狞的表情，女孩只好小心地走出隔间。孔泰辛气得牙痒痒，狠狠打了几拳空气，因为他要向韩星证明自己是个健康男性。正当他解腰带时，一群大汉冲进男厕所，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拦下。但此时孔泰辛的脸已经不像个人了。韩星每次想起这事都会做几天的噩梦。其实是发生在6年前，当时韩星还是个新人，报道时因为2个错别字把孔泰辛送上了热搜，结果大家以为泰辛某方面有问题。从这事开始，2人正式结下梁子。身为经纪人的韩星，孔泰辛迟到28秒都要被点名批评，小组开会他要旁听，午休超过30分钟他也要在边上唧唧歪歪，甚至韩星喝个咖啡都要被孔泰辛规定以后不准超过2杯。公司里待得久一点的老员工都知道2人之间的恩怨。在挑选即将出演的作品时，孔泰辛故意耍大牌，拒绝韩星挑的剧本，理由是韩星的表情太臭，让他感觉不诚恳。韩星每天过得极其煎熬，看到那些迷妹一脸崇拜地和广告牌合照，韩星嗤之以鼻。此时正在摄影棚拍杂志，公司的闲人都跑来围观了，看着撩人的架势，性感的腹肌，迷离的眼神，谁看了不得流口水。但拍完后，孔泰辛到处找韩星的人影，他这么性感诱人的一面，韩星竟然没看到，简直不能原谅。
除了公司的几个高层，没人知道孔太兴有多在乎韩星。6年前，因为韩星的错别字把孔太兴送上了热搜，管理层决定开除韩星，但孔太兴作为受害者，却坚持要留住韩星。至于孔太兴嫌他道歉不诚恳，不愿出演新剧的事，他也和理事长们打好了招呼。当初在非洲做志愿者的1年，经常收到公司寄来的粉丝信，可韩星一封信没寄个电话没打。和同事们视频时，他在背景中看到韩星，立马精神起来，想让韩星看看自己在非洲过得多好。结果韩星头也没抬，就和同事们分享辣炒年糕去了。因为这事深更半夜睡不着，到现在他都耿耿于怀。韩星那时候为啥不联系自己？毕竟在他心底，这才是和对方斗气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公司的人在论坛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里面是孔太兴和韩星的合影。谁能想到，当红男星和他的经纪人曾经是有名的校园情侣。这对昔日的大学情侣，毕业后一个成了顶流明星，一个成了娱乐公司的经纪人。孔太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练出了一副完美身材，事业蒸蒸日上。而韩星作为社畜，每天对着电脑忙前忙后。一直以来，太兴都是自带光环的人，但没人会注意到，身为大明星的他，却总会悄悄观察韩星的一举一动。得知对方要去相亲，孔太兴直接干了一整瓶水。拍摄的时候，他总是一直盯着别人看，结果一不小心还弄伤了手指。即便两人早就分手了，但他的心里似乎还留着韩星的位置。这天晚上，韩星一个人去影院看电影，本想着包场一个人看，可电影刚开始，身旁就坐下一个人，他没想到竟然是前男友太兴。这一幕让他想起了两人的大学时光，虽然他们曾是情侣，但现在每次见面都剑拔弩张。早在1年前，太兴的竞争对手打算去非洲做公益，本来太兴不想去，没想到却被韩星无情嘲讽，说他一看就不像做公益的人。这话一下子把太兴惹恼了。结果第2天，顶级明星决定去非洲的新闻就上了头条。在那之后，太兴如愿在非洲挖了1年的井，虽然日子有点苦，但也让他回国后人气越来越高，粉丝群体分布在各个年龄段，连肤色都很丰富。公司的人惊叹他的高人气。韩星表面一脸不屑，但看到太兴疲于配合粉丝的要求时，他还是有点担心。嘴上虽然这么说，身体却很诚实。韩星担心对方会低血糖，于是掏出1块糖，让助手给太兴送过去。果然太兴含在嘴里，那一刻他整个人又满血复活了。事实证明，韩星的担心是对的。他无意间看到公司给艺人做的压力测试表，孔太兴的分数竟然是满分，这也就意味着在光鲜的背后，太兴一直都背负着顶流带给他的巨大压力。而此时的韩星已经从担心转变为心疼。这个顶流明星在签售会上差点摔倒，经纪人本想冲上去搀扶，结果下一秒，没有什么比这更社死了。韩星紧紧抱着人家的大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反倒是孔太兴，晚上在家反复回味着韩星的窘态。段视频在网络上已经有1000万点击率，网友们更是评论说，韩星的膝盖一定是装了滑轮鞋。孔太兴看到这些话，开心的都要笑死了。他细心翻看着每一条评论，生怕错过任何笑点。而此时的韩星正躺在被窝里，气得咬牙切齿。白天的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比这更丢人的事了。第2天，孔太兴正在拍摄杂志封面，看到韩星来到现场后，便主动向摄影师说，要做一个最近网络上很火的姿势。最近公司在筹拍新剧，决定启用2名新人，一个是老实憨厚的宰贤，一个是高冷女神柔娜。哈哈哈！宰贤对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可等到2人对戏时，更是状况频发。柔娜说完台词，宰贤紧张的接不上话。宰贤说台词时，柔娜又在说片场有蚊子，让在场的人都很无语。太兴还好对新人特别照顾，不断的鼓励他们。本来太兴这次拍戏挺开心的，但第2天一早起来就看到小祝在片场帮他晾内裤，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太兴气得直接罢演，但公司里能治他的只有韩星。他带着同事们冲向超市，买了所有太兴代言的零食和饮料，来片场分发给大家。看到这一幕的太兴偷着乐，收到孔太兴专用零食箱后，太兴心里才彻底妥协。本以为2人的关系能更进一步，结果却冒出第3个人。这天韩星在公司开会时，理事还不忘调侃那天的事，见同事们纷纷偷笑，旁边的杜律师一头雾水。他拿出手机仔细看了看，最后得出结论是非常可爱。隔天韩星独自在咖啡厅，律师看到后直接打了电话给他，2人在咖啡厅聊得很开心。
这时，杜律师似乎也有了其他想法。最近公司的同事们都在聊八卦，他们怀疑孔泰兴和韩星在谈恋爱。这些话刚好被杜律师听到。因为孔泰兴的关系，这个月大家的薪水又涨了。韩星细细回想，其实孔泰兴也没那么坏。那天他跪地滑行时，孔泰兴第一时间帮他想出对策。他们丢了。这么一想，孔泰兴人还挺善良的。就在这时候，杜律师突然出现了，问他是不是在和孔泰兴谈恋爱。听到对方这么问，韩星觉得他脑子肯定坏掉了，但没想到杜律师竟然开始告白了。刚到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可他却直勾勾地盯着角落里的韩星，凑上去邪魅的一笑，然后扬长而去。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几天前有个帅气的律师和韩星搭讪，巧的是这一幕被孔泰兴看到了，在他眼皮底下打他女人的主意，这怎么能忍？孔泰兴故意在韩星耳边说话，暗戳戳的宣示主权，但实际上说的却是拍摄。这天孔泰兴刚熬完一个通宵，困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但一听到韩星的名字，立马精神倍增，露出邪魅一笑。可惜韩星是那种你要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类型。孔泰兴补妆时，韩星在跟别人说笑。孔泰兴拍完一场戏后，韩星还在跟别人说说笑笑。他拍的打戏那么精彩，韩星却全程连头都没抬。终于在演完一场苦情戏后，孔泰兴绷不住了，眼里的泪水都没擦干净，就跑去韩星那里刷存在感。和搭戏的女明星，她是他的死忠粉之一，能和偶像一起出演同一部电视剧的主角，他觉得特别荣幸。可每次拍完戏，他根本没心思搭理别人，他总在现场四处找某个身影。这天韩星没来，他去母校办讲座了。都毕业这么多年了，校园里还贴满了孔泰兴的海报。想当年拍校园宣传册时，学校特意挑选了韩星和孔泰兴这对俊男美女来撑场面，摄影师还特别要求他们做出比心的手势，营造一种来这学校就能有孔泰兴这种男友的感觉。韩星皮笑肉不笑的吐槽。拍完宣传册后，韩星的噩梦开始了。他和孔泰兴被传成了校园情侣，因为孔泰兴在大学里人气特别高，立马有人说是韩星死缠烂打追他，无论他走到哪都有人议论，每天提心吊胆，连学校都不敢去。可这次回母校，他在校长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韩星被传言伤害时，孔泰兴找到了校长办公室，请求校长收回宣传册，因为这些宣传册已经开始印刷了。校长感到很为难，孔泰兴毫不犹豫，霸气地承担了所有责任。直到现在，孔泰兴每年都免费给学校拍宣传册。在他的影响下，宣传册成了一册难求的宝贝。韩星没想到那个人人讨厌的孔泰兴居然还有这一面，刚有点感动，手机就收到了孔泰兴发来的宣传册照片。一向洁身自好的顶流男星竟传出了不雅消息，说他极度不讲个人卫生，头顶的味道特别难闻。面对这种虚假传闻，孔泰兴表现得特别大度，趁周围没人注意自己，孔泰兴悄悄摸了摸头顶，仔细一闻，好像确实有点汗味。他立马用毛巾盖住头，逃出了健身房。回到家后还洗了2个小时的头，每个角落都不放过，仔细吹干每一根头发，直到经纪人夸他头上香香的，他才肯罢休。至于他去夜店的事，更是无稽之谈。韩星换了好几个词条在网上搜索，都没搜到相关照片或视频。不过像孔泰兴这样极其注重个人形象，还很讨厌热闹的人，绝对不会去夜店那种地方。经过他的分析，孔泰兴经常去夜店的消息十有8九是从一次采访中传出来的。孔泰兴说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是常去健身房，由于韩语中健身房最后2个字和夜店的发音一模一样，结果被人误听后四处造谣，但头顶散发臭味，这是很难向大众澄清。听说孔泰兴为此恨不得洗1000遍头，头皮都快洗脱了。远远的，韩星感受到了孔泰兴的低气压，大概还是在介意别人说他头发臭。他一把把孔泰兴拽到面前，泰兴对此表示不屑，说曹操就到。陆律师搬到隔壁来给邻居送年糕，结果发现邻居竟是自己的情敌。孔泰兴真心不欢迎律师，他是真的不开心，要时刻提防别人挖墙脚，还要忙着各种拍摄。孔泰兴身心俱疲，把记者待会要问的问题全都交给韩星来处理，因为韩星最了解他。有个问题韩星不太清楚，对孔泰兴来说，人生中最戏剧性的瞬间是大学毕业拥有1000万粉丝的时候，还是第一次拿男主角奖的时候，又或者是去非洲当志愿者的时候。他随便一个动作就能让女演员心花怒放，再加上出色的演技，拍完戏后女演员整个人都沦陷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边的女2号和男2号全程笑场，把剧组的耐心磨得干干净净。剧组的工作人员们头都大了，忙完后已经很晚了，孔太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但一说起韩星的事，他就不困了。潘孔成一想到韩星可能会落入他人之手，孔太星嫉妒到睡不着，脑海中不断回放情敌说的话。他竭力安慰自己，韩星肯定是因为工作，才刚和那个律师待在一起。再说了，2个人待在同一个地方，也不代表他们在交往，所以说他还是有机会的。今天先好好休息再说。他们养呢？第2天上班时，韩星打着哈欠。昨晚他做了个奇怪的梦，一晚上都没睡好。他躺在孔太星的专属沙发椅上，想好好补个觉。结果没多久，孔太星就发来了短信，问他在办公室躺得舒不舒服。太吓人了，感觉像是在办公室装了监控。孔太星还发来一个头条，最近他被票选为国民男友。对这个称号，孔太星挺得意的。采访开始前，韩星忙着处理现场，孔太星凑过来喝了他手中的咖啡，还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看起来就很欠揍。记者也是孔太星的迷妹，问他怎么看被票选为国民男友这事。孔太星一脸谦虚地说，自己平时不太关注这些，对这个称号受之有愧。看着那张虚伪的嘴脸，韩星在心里又默默骂人了。被问到理想型时，孔太星明确地说，喜欢那种相处起来像朋友一样舒服的人。这时同事们齐刷刷地看向韩星，他们几个早就磕韩星和孔太星的 CP 了，但韩星本人毫无反应，好像孔太星和他没关系一样。如果你突然对一个人产生好奇，那么恭喜你，你肯定是坠入爱河了。亏了他我从没困过。米奇塔虽然平时表现得很规矩，可在顶流孔太星心里，经纪人韩星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人生中最浪漫的瞬间几乎都是和韩星一起度过的。他和韩星一起毕业，一起拍了毕业照。粉丝第一次突破1000万时，韩星比他还激动。第一次拿优秀男主角奖时，他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韩星在台下悄悄给他竖大拇指。还有他去非洲时，韩星在送行的粉丝群中表情无比复杂。转眼间，韩星在他身边陪了这么多年。孔太星正沉浸在回忆中，突然想起了什么，想知道韩星的心意，趁主演的电视剧开播，溜到他旁边坐下。同事们看完剧后都夸他帅得没边了，夸他的动作戏太逼真。可韩星全程只是静静地看着，等首播放完就跑到天台接电话去了。孔太星没等到他的评价，心里很失落。在他的注视下，韩星有些别扭地给了评价，说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很帅。可孔太星还是不满意这个回答。韩星突然想到同事的调侃，全国人民都喜欢孔太星，按理说他和孔太星关系那么好，多少会有些心动的时刻。韩星嘴上不承认，心里不断回想着孔太星靠在自己肩上的画面，怎么可能不心动呢？想当初他还会专门去片场看孔太星，看到对方喝自己手中的咖啡时感到害羞。当孔太星回答记者说自己喜欢朋友一样的人时，会忍不住幻想一有空就反复翻看孔太星的照片，心里美滋滋的。可当记者问他孔太星和其他女性的恋爱绯闻时，孔太星的回答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想。最后他不得不强颜欢笑，向记者一遍遍放出孔太星恋爱的消息，还要亲自写恋爱报道，给剧中恋人跨越现实的标题，放上孔太星和其他女性的合照。明星不可能不演戏，尤其是像孔太星这样的顶流，不可能不组 CP。 所以放下期待和孔太星撇清关系，是韩星唯一能好受一点的方式。这个男明星决定向经纪人表白，为此他特意在网上认真搜索告白成功率100%的方法，其中有个高赞帖子放了几张他的照片，说长成这样就可以了。看得孔太星心花怒放，忍不住自恋了一把。1号热心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恋爱经验，说替对方绑完鞋带后就开始了甜甜的恋爱，恍然大悟，原来他离爱情只差一根鞋带。当天就在片场苦练起了绑鞋带的技术，那表情比天桥下贴膜的还要认真。见到韩星后，孔太星和经纪人不约而同地盯着他的鞋子。第一天韩星穿的是布鞋，没有鞋带。第2天韩星穿的是平底鞋，还是没有鞋带。第3天韩星穿的是皮鞋，依旧没有鞋带。孔太星带着经纪人到公司蹲守，只见韩星穿着拖鞋，依然没有鞋带。他忍不住开始怀疑。在不懈的等待下，孔太星终于等到了有鞋带的鞋子，是时候将练习付诸实践了。他给经纪人使了个眼色，经纪人立刻开始行动。紧接着孔太星的表现时刻到了，只见他眼神犀利，走路带风，一脸深情地来到韩星面前，优雅地蹲下为韩星系鞋带。
完美复刻霸总小说的情节。2号热心网友也分享了恋爱经验，说是给喜欢的人一杯热咖啡，可能是心意相通，从那天起就开始恋爱了。活到老学到老，孔太兴一脸乖巧地递上咖啡，然而韩星准备喝下去时，突然想起了什么。幸好孔太兴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在3号网友的启发下，他觉得在真感情面前，所有花招都是多余的，只要怀着这份心意，目不转睛地盯着韩星，一切尽在不言中，追爱的路道阻且长。思来想去，孔太兴决定用一封手写信向韩星表明心意。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韩星，是在电影院里为剧情流泪，本以为空荡的电影院只有自己，却听到了韩星的哭声。韩星在嚎啕大哭，倒不是因为电影太感人，而是他最近成绩下降，可能要重读。孔太兴听到这个理由笑了。从那天起，韩星开始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努力按捺激动的心情，准备把自己的心意传递给韩星，却听到韩星恶狠狠地吐槽，原来就在昨晚，公司的一个艺人喝醉后睡在公园，上了热搜。为了让艺人写出完美的道歉信，赶紧平息风波，韩星带着组员熬了一整晚，真是心力交瘁。对手写信更是恨之入骨。不用说，这次告白又泡汤了。孔太兴躲在车里读剧本，看着韩星的照片傻笑。他看到韩星热情地和同事拥抱，寒暄让他极度咬牙切齿，面目可憎。组长搭韩星的肩膀，被他打电话警告。经纪人想跑过去凑热闹，也被他迅速叫回。做完这些后，孔太兴的危机感仍未解除，总感觉有人会趁他不注意挖他的墙角。他的直觉没错，杜律师已经把告白计划提前到今晚，而孔太兴连告白台词都没准备好。对方甚至邀请了经纪人参加乔迁宴，却没喊隔壁的孔太兴，这让孔太兴心里特别不平衡。他非得看看杜律师怎么挖他墙角。孔太兴从没想过隔音太好也会是个烦恼。他瞥了一眼，找到了上门旁听的借口。因为韩星没来，乔迁宴特别安静，大家都默默吃东西，谁也不敢说话。门铃一响，陆律师还以为韩星来了，高高兴兴去开门，结果迎面来的是孔太兴和他代言的净化器。等了好久，韩星才姗姗来迟，气氛这才活跃起来。好好玩个游戏，愣是变成了孔太兴和律师的攀比场。大家玩桌游时，韩星跑到窗边看夜景，杜律师趁机向他告白。而此时孔太兴正沉迷桌游，完全没注意到有人在挖他墙角。第二天还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杜律师向韩星告白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袭上心头，决定不再犹豫向韩星告白。而别的男人向他告白，他明显有点不知所措，甚至还有点害羞。生活中突然多了2个男人围着他转，韩星感到无所适从。一朵桃花是惊喜，2朵桃花撞一起可就是惊吓。孔太兴有点颓废，总感觉自己给杜律师打了助攻。凭什么韩星和杜律师相处的那么自然和谐，却在他告白后尖叫着跑开？难道他的心意有那么可怕吗？经纪人见他这么苦恼，也不敢轻易下结论，让他先写下曾对不起韩星的事。一拿起笔，孔太兴随便就写了整整1页。这样看来，他在韩星眼里简直就是个讨人厌的形象。也难怪韩星听到告白会尖叫着跑开。不过事情还有转机，经纪人掏出小本本，鼓励孔太兴从共同爱好入手，慢慢拉近关系。他搜集了韩星平时最爱吃的一些食品，可孔太兴悲催地发现，韩星喜欢的他全都不喜欢。明天孔太兴要上演一出重头戏，他要和搭戏的女主角在剧里接吻啊！女主角很久以前就是孔太兴的头号粉丝，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吻戏，忍不住心潮澎湃。他贴着唇膜连夜学习接吻技巧，无比憧憬明天的到来。然而在剧组里，男2号和女2号是出了名的死对头，谁看谁都不顺眼，每次见面必吵架。由于2人的关系实在太差，这场吻戏男2号想用替身，女2号更觉直接提出罢演。最后他们还是耐不住经纪人的软磨硬泡，硬着头皮接了吻。嘴唇相碰的瞬间，一种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2人尽情地吻着，直到导演喊停还难舍难分。拍爱情剧很容易让演员动情。拍摄当天，宣传组全体成员都要去现场应对记者。韩星故意装病，但还是不得不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围观吻戏。虽然嘴上吐槽着，可韩星还是没有勇气看着喜欢的男人和别人接吻，在2唇相碰前低头离开了现场。明明和女演员拍戏，接吻是很平常的事，可还是忍不住解释一下，怕经纪人会误会他和女主角的关系。孔太兴还想说点什么，
跟在韩星后面默默酝酿。此时，一个漂亮女人拦在他面前，问他见到前女友怎么不打声招呼。孔泰星一脸茫然，完全不记得自己有过这么一个前女友。经过反复提醒后，被遗忘的细节突然浮现。迟钝的孔泰星这才反应过来，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他经常把韩星的鞋带绑在一起，也不在于他经常往咖啡里倒鱼油来恶搞韩星。告白失败，是因为他从未让韩星有过安全感。3年前，他和何真传出了恋爱绯闻，即使两人私底下一次也没有见过，更没有约会过，但他还是为了跟别人赌气，承认了这段恋情，与何真被称为官方情侣。此时回想起这些，孔泰星懊恼的不行，可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为自己辩解也没用。更要命的是他的恋爱绯闻，是韩星亲自写报道承认的。现在想想，他确实干了糟心事。替孔泰星写下恋爱报道后，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韩星都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由于工作性质，他不得不隐藏感情，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拍摄现场，眼睁睁看着孔泰星和他的 CP 暧昧姿势，眼神迷离，听着身边人夸他们般配，却不能有任何出格的表现。情绪内耗让韩星每天都疲惫不堪，这种痛苦他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这边的孔泰星思考后，决定给韩星打个电话，为3年前的恋情做个解释。可电话被韩星无情挂断，说自己正在开会。孔泰星一直瘫在沙发上等待，犹豫着要不要再打一个电话。前往拍摄现场时，他和都律师在楼梯间狭路相逢，气氛再次紧张起来。听说都律师也向韩星告白了，可惜这10年间，韩星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关系最亲密，估计不会轻易给别人机会。面对孔泰星的自信，都律师只觉得好笑，因为在半个小时前，他和韩星约好了一起吃晚饭。孔泰星不幸打电话向韩星确认，律师就在旁边有兴趣地看着他。都律师故意炫耀地掏出手机，当着孔泰星的面拨通了韩星的电话，生怕孔泰星没看清，还故意把屏幕对着孔泰星，让他好好看看备注。孔泰星彻底无法淡定，韩星没空接他的电话，却有时间和情敌约会。一向敬业的孔泰星取消了拍摄，找了个浪漫的地方，打算来一次正式的告白。他1秒也没等，心情就忐忑起来，因为他不确定韩星会不会来。结果一大堆游客经过，还好巧不巧都是他的粉丝。韩星收到短信后，一路小跑到约会地点，本来没看到孔泰星，有点失落，听见旁边传来阵阵喧闹声，他过去一看，发现孔泰星被粉丝围住，忙着给他们签名合照，看样子顾不上他了。韩星无奈地给同事打了电话，让他把孔泰星接回去。这场告白计划也泡汤了，孔泰星签字签的手腕都累断了，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又错过了告白的机会。新拍的广告已经在大屏幕上播，看着那么帅气耀眼的，韩星眼睛都忍不住闪光了。拍摄时导演要表现出看着心爱之人的眼神，而他刚好看到了韩星，那种眼神根本不用演，没说出口的爱意自动从眼睛里流露出来。见到一个人心就忍不住狂跳，到底为什么？宰贤被朋友问这个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自从上次拍过吻戏后，宰贤和柔娜的关系明显变得尴尬了。拍广告时，两人完全无法专心，为对方吃拉面的表情像是在吃牛饲料，导演气得牙根痒痒，只好中场休息。柔娜跟着宰贤进了化妆室，直截了当地问，两人一拍即合，正吻的忘我。经纪人们找了过来，两人顿时心虚，抓着对方的头发，演出了演艺生涯中的最佳演技。宰贤和柔娜的恋情像坐了火箭一样突飞猛进，而与韩星的感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停滞不前。韩星去赴了杜律师的约，在他面前，杜律师总想着是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好，还是展示非凡的财力好，只希望能得到韩星的好感。这话从他口中说出，韩星却联想到孔泰星是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初恋。两人认识这么久，他一直以为自己对孔泰星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一起相处时，孔泰星也没有明星的架子。直到3年前，孔泰星有了公开的女友，当时还是他负责和媒体对接，简直吓人诛心。韩星才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错觉。孔泰星就像天上的星星，而他只是个普通人，小心翼翼藏着那份感情，好不容易熬了过去。孔泰星却在这时候说喜欢他，让他再次动摇了。孔泰星发来一条短信，约韩星一起看电影。他又去电影院包了场，可这次和前几次一样，直到电影放完，韩星都没有来。他有些失落，以为韩星再也不想见到自己了。结果韩星发来一条短信，집 앞 문 열어。韩星冲到孔泰星家里，
质问他是不是钱多得没处花，竟然连续几天都在外面包场看电影。孔太兴本来准备了很多帅气的台词，但一见到韩星就不知所措，台词全忘了个干净。不过这种纯粹的告白更能打动人，多年来相互暗恋的心意终于在此刻明朗了。可就在两人接吻时，偏偏门铃突然响了，把两人吓了一跳。韩星紧张到语无伦次，说不要开门，也结结巴巴的解释经纪人会自己按密码进来。韩星迅速躲到沙发后面，经纪人进门后从脸上看出了点异样，韩星忍不住偷笑，原来他也会为他失眠。正是在恋爱后的这段时间，韩星感到无比幸福，每个角落都有孔太兴的广告，整个世界都是孔太兴的，而孔太兴是他的，想想就令人心潮澎湃。他给了杜律师答复，告白被拒后，杜律师表现得很洒脱，说以后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临走前他突然问了一句，下班后韩星犹豫要不要给孔太兴打个电话，这时孔太兴主动打了过来。天天吵架的两人突然切换到热恋模式，一时半会有些难适应，两人拿着手机尴尬的说不出话。每次中场休息的时候，孔太兴就会跑到经纪人那领手机，给韩星分享海边的美景，说要和他一起来，还附带一颗小爱心。他们分享着自己身边的一切，在对方的声音中入睡。以前从不觉得一周的时间有这么漫长。韩星一边整理着孔太兴的照片，一边犯花痴。孔太兴发来几张自拍，韩星自拍了100张，打算发几张最好看的，结果一个手抖，全部发了出去。孔太兴一张张的翻着，嘴角泛起蜜汁微笑。明天拍摄就结束了，可孔太兴实在按捺不住想念，开3个小时的车跑到了韩星家楼下。这条星星项链是他早就想送给韩星的告白礼物。匆匆见了一面后，孔太兴又要赶紧回去，因为凌晨还有拍摄。两人依依不舍的分别。出门前，孔太兴又转身亲了韩星一下，让韩星激动的再次尖叫。很快，孔太兴的恋爱绯闻就传出来了。据说对方颜值超高，还特别有钱，是个国内知名律师。为了天天能见到孔太兴，那个律师竟然搬到了孔太兴家隔壁。居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楼梯处聊天。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奇怪，代表忍不住发问：一个身价亿万的富婆竟然甘愿当保姆，她做这一切竟只是为了接近当红明星孔太兴。富婆在孔太兴家伪装的挺好，可她偏偏撞见了孔太兴的妈妈。太兴妈妈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对富婆印象特别深。那天她在奢侈品店买手表，因为唯一一个限量版被她买走，富婆直接在现场发火，还狠狠踢了店长一脚。多年来母爱的缺席让孔太兴对妈妈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妈妈质疑他家保姆是在无理取闹，便毫不留情地训斥了她。但女人的直觉告诉妈妈，这个保姆绝对有问题。富婆在离开的路上偶遇了韩星，一眼看到了他脖子上的星星项链，顿时露出不屑的表情。他帮孔太兴收拾房间的时候，曾在孔太兴口袋里看到过那条星星项链。原来孔太兴一直交往的对象竟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员工。韩星只知道他是孔太兴家的保姆，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有点恶意。他向同事打听自己项链是什么牌子的，追求时尚的同事得看到项链后面的 logo 才能确定牌子，这就奇怪了。那个保姆似乎对奢侈品很了解，他和同事连夜调查，才发现孔太兴家的保姆是个有钱人，社交账号里记录的全是各种豪华度假和奢侈下午茶打卡。最重要的是，新上传的一张自拍中，他戴着韩星的同款项链，还专门配文说这条项链根本没啥特别。看到这里，韩星无法淡定了。就在这时候，宣传组收到了个匿名快递，给韩星的每位同事都送了同款星星项链，而且全都是正品。其中一条是专门给韩星的，附带的信里充满挑衅意味。富婆让韩星别自作多情，说他就像那条项链一样，根本没什么特别。此时富婆已经向孔太兴提出了辞职，临走前假惺惺的和孔太兴拥抱，在耳边说了这么一句。孔太兴三观炸裂，半天缓不过神来，这么大费周章就是为了让自己记住他多特别。有成哥气冲冲的找上富婆，问他接近孔太兴到底啥目的。富婆得意洋洋的反问，难道法律规定有钱就不能当保姆吗？面对这样一个疯女人，有成哥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当娱乐公司代表还只是个经纪人的时候，孔太兴也只是个普通高中生。在一个冷冷的雨夜，孔太兴独自坐在公交车站，像是哭了很久的样子，用阴郁孤独的眼神看着他。转眼间10年过去，如愿成了国内顶流。他对妈妈充满了怨气，心里又渴望妈妈的关心。每次妈妈出新作品，
必定去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抹眼泪，直到在主演表里看到妈妈的名字，才会戴上棒球帽离开。这种落寞的场景，韩星见过无数次。他一直坐在离孔泰星不远不近的地方，默默关注着一切恋爱关系确立后，更是毫无保留地陪在孔泰星身边。孔泰星能感觉到他的珍贵，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发起了一系列挑战，什么薄荷巧克力挑战、糖醋里脊挑战、菠萝披萨挑战，只要韩星喜欢的他都试着去喜欢。谁也没想到，孔泰星传出的绯闻对象不是韩星，而是隔壁的杜律师。舆论是从一次电梯谈话中散发出来的。为了表明不向舆论低头的决心，孔泰星坚持每天都走楼梯。心有灵犀的是，杜律师也是这么想的，两人又在楼梯间碰上了。杜律师热情地打招呼，泰星意识到自己被内涵后，也摆出笑脸回应，气氛逐渐变得暧昧起来。看着两人这副甜蜜模样，经纪人小哥意识到自己多余了，祝他们永远幸福后，搭电梯走人了。今天的片场特别安静，天天吵架的宰贤和柔奈一反常态，背对着谁也不说话，片场安静的让人不习惯。殊不知，在这表面的平静下，正在上演一场意外的对话。这个顶流明星为了哄女友开心，不惜推掉工作，带女友来沙滩看星星。可能是阴天的原因，韩星没有看到星星，有点失落。孔泰星赶忙指向天空，指完星星后，孔泰星又指着自己说是巨星，总算把他给逗乐了。韩星的心事在于，他怕自己有一天对孔泰星来说，会变得没有那么特别，因为孔泰星是在众人面前闪闪发光的存在，而他只是在台下为孔泰星打工的。沉默过后，孔泰星问他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其实早在那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韩星了。后来韩星和他上了同一所大学，进了同一家公司，他却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只知道欺负韩星刷存在感，表现得像个小学生。韩星在他身边守护了这么久，他也会全力去守护韩星。人红是非多，孔泰星在娱乐圈红了这么久，一直是国内顶流，好不容易摆脱变态富婆保姆，又有一个自称微笑男孩的黑粉头子，天天发短信搞他心态。微笑男孩发来一张打了马赛克的员工证，说他身边有个笑里藏刀的人。以前的孔泰星完全不会在意这些，可自从发现信任的保姆是个变态后，他的世界观有点崩塌。只见大家都带着员工证，让他无比忐忑，怀疑每一个人。下班后他还跟去了隔壁杜律师家，因为杜律师也有员工证，而且讨厌他的理由很充分。杜律师无语了，看来孔泰星还是太单纯，哪个黑粉会当面承认自己是黑粉？如果孔泰星5分钟内不离开他家，那么将会多一个法律知识非常渊博的黑粉。孔泰星准备前往片场拍摄时，微笑男孩又发来了几张照片，孔泰星瞬间陷入恐慌。这种稀有的照片都能搞到，除非是和他走得非常近的人。他第一时间联想到有成哥。一出小区门，记者的摄像头铺天盖地对了过来，追问他和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是不是有不伦关系。谣言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孔泰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在恍惚中晕倒了，看到韩星急匆匆地跑过来，忍不住为自己感到庆幸，身边还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此时有成哥正在调查那个黑粉头子，对孔泰星的事，他一直比对自己的事还要认真。几年前他陪孔泰星到江边散心，偶遇了几个醉汉骚扰孔泰星，他怕还手的话会变成双方施暴，影响到孔泰星的名誉和作品，硬生生的挨了打。韩星来看望时，看到有成哥傻呵呵的笑，还以为他脑袋被打坏了。但在韩国毁掉一个明星有多容易，只因一条莫须有的谣言。曾经的顶流明星，如今成了大家恶意攻击的对象，直到晕倒，记者们的闪光灯也没停过。好在韩星紧紧地护着他，在昏睡了整整3天后，虽然散播谣言的人被抓了，但舆论仍在持续发酵。所有人都在好奇，和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之间，到底是不是有不正当关系？平息舆论的最好方式是澄清，孔泰星和女演员是母子关系，而不是情侣关系。事情难就难在，孔泰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么一个母亲。泰星的妈妈这次回国，无意给儿子造成混乱，他频繁地去找泰星，其实还有个难言之隐，他得了不治之症，记忆正在逐渐衰退，可能一觉醒来就谁也不认识了。他想抓紧时间向儿子孔泰星道歉。身为公众人物，他曾怕儿子的存在会影响自己的事业，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国内孤单生活，每每想起都感到无比歉疚。每天上班前，韩星都要来医院探望孔泰星，看看他的状态如何。经纪人更夸张，直接在病床边打了个地铺，彻夜守护孔泰星。幸好有他们的陪伴，孔泰星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他努力调整心态，
到片场继续拍摄工作，生怕耽误大家进度。下车后，他和工作人员打招呼，可所有人都不理他，连导演都对他避而不见。很快，经纪人带来消息，说是拍摄取消了。再没眼力见的人，也知道这是逐客令。没办法，经纪人只好带着孔泰兴原路返回，看向窗外，不断回忆过去的事。小时候，他高高兴兴跟着妈妈参加电影节，妈妈却松开了他的手，跟别人介绍说他只是个小侄子。你要骂你和孔泰兴搭戏的女明星，多半是孔泰兴的粉丝团团长兼后援会会长。舆论爆发后，他每天都在坚持不懈地和黑粉斗智斗勇，一条条的在那些造谣的帖子下评论，安抚其他粉丝的情绪，努力维护孔泰兴的后援会。听导演们商量着要把孔泰兴换掉，多会对这种做法很寒心。一起工作的人应该更清楚孔泰兴的人品，如果导演们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把他也一并换掉。在多会的强烈要求下，导演们终于同意留下孔泰兴。只不过这段时间的拍摄得先集中在多会身上，等孔泰兴的舆论平息后，再让他回到片场拍戏。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孔泰兴和女演员之间的绯闻还没消停。去支援非洲，时任的干儿子也被扒了出来，这个顶流明星被怀疑和非洲女人有染。1年前孔泰兴去非洲支援时，评论区一片称赞，现在爆发了舆论，当初那些称赞他的人瞬间倒戈，于是才扒出他收养的非洲锅。看着那些可怕的恶评，孔泰兴才感受到什么叫做人言可畏。放任舆论发酵下去，他很快就会葬送自己的演艺生涯。然而最头疼的却是是否公开孔泰兴和那位女演员的母子关系。如果公开的话，虽然能保住孔泰兴的名声，但会让他很受伤。韩星作为宣传组组长，必须得顾全大局。有成哥知道他不好开口，主动去做思想工作，结果被看成那种只知道维护个人利益的自私鬼。另一边，柔娜和宰贤作为当红明星，多亏刚认识时给大家留下了冤家形象，把恋情掩饰得很好，每次休息时都黏在一起，别提有多甜蜜了。看着两人打闹的样子，经纪人莫名其妙地感到安心。再看看孔泰兴，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有那么多粉丝基础，因为一个绯闻就被打击成这样。要是柔娜和宰贤被传出恋情，下场会比他惨10倍。提到孔泰兴身上发生的事，宰贤有点发怵，柔娜知道他在怕什么，随后故作潇洒地做出决定，提出分手。柔娜哭的比当初没买到爱马仕还伤心。像孔泰兴那样的大咖，都因恋爱绯闻处在风口浪尖，他又怎敢拿两人的未来去赌？只有及时止损才是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公司内部员工也在怀疑孔泰兴和那个女演员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否则公司为什么一直拖着，不肯好好回应？韩星听到同事们的议论，心里很不好受。他把引发这场舆论的罪魁祸首约到咖啡厅谈话，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微笑男孩只觉得好笑，他不知道孔泰兴和女演员的关系，也不在乎真相，只是随手在评论区留言，难道是不伦关系？结果那些记者就开始编故事了。还有那个非洲孩子的事，从中可以看出，讨厌孔泰兴的不止他一个。墙倒众人推，他报复孔泰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看不惯孔泰兴的笑容，所以给自己取名叫微笑男孩。想当初孔泰兴连好友的葬礼都没去参加，却在节目里笑得那么开心，真的让人很不爽。所以他才不在乎真相，只要能在舆论中给孔泰兴造成打击就行了。至于韩星，也不需要在他面前装样子。这么正义的话，当初为什么不像保护孔泰兴那样去保护那个无辜的艺人呢？微笑男孩说的这些话戳到了韩星的痛处。看着孔泰兴的演艺生涯要毁了，韩星再三斟酌后决定公开孔泰兴和女星的母子关系。这种行为让孔泰兴很失望，觉得韩星想守护的只是他的明星身份，而不是他这个人。尽管如此，韩星还是为泰兴妈妈开了记者发布会，提起他抛下孩子追逐演艺梦的往事。泰兴妈妈无比自责，无论他如何弥补，都改变不了给孔泰兴带来的伤害。孔泰兴在屏幕另一端看着妈妈澄清，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和韩星有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在酒里加一颗糖，说是能让苦涩的酒更甜一点。这个小妙招是从已故好友论语那学来的。想当初韩星为了澄清绯闻，公开了论语的家族史，比论语本人还要难过。现在公开了孔泰兴不愿提及的秘密，他心里怎么可能好受？新闻发布会之后，舆论轻松地反转了。之前带头排斥孔泰兴的导演给他准备了一个大蛋糕，热烈欢迎他回归。看着那张虚伪的笑脸，他觉得很讽刺，但还是假装开心地吹灭了蜡烛。
多惠早就收到了孔泰兴要回片场的消息，此时正趴在门上偷听外面的动静，听到脚步声后，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孔泰兴听说多惠为了不耽误进度，这几天扛下了所有拍摄，想必非常辛苦，于是过来慰问一下。孔泰兴不知道的是，多惠表面上是他的搭戏演员，背地里却是他的粉丝团团长，还和后援会会长一起撑起了粉丝半边天。临走前，孔泰兴特意叫了多惠的名字，让多惠喜出望外。从偶像嘴里听到这么亲切的称呼，简直是他粉丝生涯中的高光时刻。绯闻缠身时，泰兴认领非洲孤儿的事也被人说三道四，还被造谣说和非洲女人有染。现在绯闻澄清了，泰兴又成了正义的使者。他点开通讯录好几百次，可一直没勇气拨通韩星的电话。经纪人打听到消息，原来韩星察觉了媒体的动向，那些人为了吸引眼球，打算给孔泰兴贴上私生子的标签。韩星为了保全孔泰兴的名声，才会这么急着开记者会。得知事情的真相，孔泰兴为误会了韩星感到内疚，他回到公司和韩星紧紧相拥。有件事思来想去，韩星还是觉得告诉孔泰兴比较好。泰兴妈妈这时候回国，是因为得了严重的失忆症，可能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孔泰兴终于决定不再逃避，去见了妈妈一面。这么多年过去，妈妈一直为当年在公众面前否认儿子的存在而愧疚。虽然她没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但她对孔泰兴的爱毋庸置疑。孔泰兴也见识到了娱乐圈的险恶，多少明白了妈妈当初的为难。母子俩把话说开后，也终于冰释前嫌。可泰兴回到家后，又收到了一封红色信件，信里的内容让他不要忘了论语，是他杀死的。小鲜肉担任电视剧主角的新闻出来了，但底下的评论却特别尖酸刻薄，都认为孔泰兴才适合当主角。结果第二天小鲜肉就自杀了。经纪人对孔泰兴充满怨恨，觉得孔泰兴一边和伦宇做朋友，还一边享受着这种对比带来的优越感，成了孔泰兴的头号黑粉。刚进娱乐圈的时候，孔泰兴只是个17、18岁的忧郁少年，整天垂头丧气的。直到他搬进公司宿舍，认识了室友伦宇，他的生活才有了光亮。刚开始，他并不喜欢这个自来熟的人，可伦宇总是缠着他，在他进新学校时热情的打招呼，放学时跟在他后面，像只粘人的大金毛。孔泰兴脾气很臭，跟全世界的人都合不来，而伦宇的性格完全相反。他以为伦宇生长在一个有爱的环境，才会这么乐观开朗，后来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上学，伦宇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兼职，他得养活自己，还得支援家里，小小年纪就扛下了生活的重担。过年过节时，两人窝在宿舍吃拉面，没有家人陪伴。伦宇虽然有家人，但也过得很累，两个孤独的灵魂就这样靠在一起，成了彼此最好的朋友。后来两人发展得很好，伦宇当上了电视剧的主角。结果第二天就传来自杀的消息。那几天韩星正好重感冒，脑袋昏昏沉沉的，才发现伦宇打过来的2个未接电话。他回拨过去，但电话那边没人接。不一会儿就被公司通知了伦宇去世的消息。他顾不得处理工作，赶去了殡仪馆，只有经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旁边。伦宇的家人们全都不在。工作人员来问林蔚的照片需要用哪一张，他垂着头没有吭声。韩星挑选了伦宇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看着那美好灿烂的笑容，他再次红了眼眶。2年过去，又到了伦宇的忌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穿上了黑色衣服，以表对伦宇的追悼。凡是知道伦宇的人，都会给出这样的评价。韩星在搜索栏里输入伦宇的名字，看到死亡事件，只觉得阵阵心痛。他不止一次的自责，如果那天及时接听伦宇的电话，说不定伦宇现在还好好的活着。而孔泰兴也一样，因无法接受伦宇死亡的事实，跑到非洲支援了1年。孔泰兴掏出红色恐吓信，他早就知道黑粉头子就是伦宇的经纪人，如果经纪人带着对他的怨恨才能活下去的话，他会心甘情愿地承担这些。泰兴新拍的电视剧临近结束，代表听说他在拍摄场地，经常手机不离身，向韩星打听孔泰兴是不是交女朋友了。韩星顿时一愣，心虚，说自己也不太清楚，毕竟平时跟孔泰兴不太熟。结果纸包不住火，10分钟后两人亲热的时候，韩星的胆都快吓破了。不管怎样，两人的恋情必须保密。为了掩盖这段恋情，他要求从明天起孔泰兴别来公司。可第2天一早，孔泰兴拎着一大堆零食礼包，在办公室门口鬼鬼祟祟的张望。韩星急忙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是不是想曝光恋情。孔泰兴自信地说，他是这款零食的代言人，代言人给公司员工送福利，不会引起怀疑。
而且还能偷偷牵韩星的手。还真别说，这办公室恋爱真紧张又刺激。韩星和组员们去开会后，有记者打电话过来，问孔泰星接下来拍什么剧。孔泰星想帮韩星减轻工作量，于是说要拍部办公室恋情剧。报道很快，铺天盖地，办公室的电话没停过，平白无故增加了很多工作量。韩星头都大了，因为孔泰星是公众人物，恋爱后两人约会地点通常在家。孔泰星想跟其他情侣一样，带韩星逛商场看电影，但都被韩星以怕曝光为由拒绝了。包场看电影吧，韩星会说浪费钱；出去吃饭吧，韩星又说餐厅是艺人们打探的地方；去汉江边看烟花吧，那里全是狗仔和记者。总之，在这个小小的国家，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唯一能舒服见面的地方只有家和公司。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孔泰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来到公司，表明了自己打磨演技的决心。以前他演医生时，为了演技逼真，特意去医院上了1个月的班。现在他要拍办公室恋情剧，必须要在真正的办公室里，才能磨练演技。正好韩星所在的宣传组有个空位，那他就勉为其难的和韩星坐在一个办公室。一般他提出的要求，代表都不会拒绝。就这样，他成功混进了宣传组，每天和韩星朝夕相处。虽然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了他们的恋情，但韩星希望孔泰星低调一点，别让组员们知道。孔泰星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偷听韩星和组员们聊天时，孔泰星无意间得知了一个劲爆消息：韩星还有2个双胞胎妹妹，而且都在读高3。他震惊的是，别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身为一个合格的男友，他竟然连女友的家庭情况都不了解。韩星对他了如指掌，而他对韩星却所知甚少，这让他有些郁闷。不过机智如他，很快就想到了101种办法，去了解韩星的一切。这个顶流男星私底下竟然是个恋爱脑。女友开会时他旁听，女友工作时他扫雷，时不时给女友送个鲜花外卖。工作累了倦了，给女友来一杯孔泰星牌爱心咖啡。但赶走睡意的最好方式，不是喝咖啡提神，而是用孔泰星的独门妙招。泰星还自告奋勇要帮韩星收拾欺负他的上司，韩星赏了他一个白眼。在职场中能欺负到他，从始至终只有孔泰星一个。自从孔泰星入驻宣传部后，每天像只小狗一样跟在韩星身后，拼命讨好。韩星表面嫌弃，心里却觉得这样的孔泰星实在太可爱。为了更加了解韩星，孔泰星想出了信息交换的方法。他主动上前帮组员1号修图，而组员1号只需要回答他关于韩星的问题，就可以去他的专属沙发椅上休息。不过这图修成什么样，他可就不保证了。收集完信息后，孔泰星又跑去帮组员2号写报道。同样的，组员2号只需要回答他的问题，就可以坐上他得专属沙发椅。好好的一个宣传组，在孔泰星的折腾下鸡犬不宁，而组员们也学会了打着韩星的名义来偷偷使唤他。来了一大堆快递后，他们故意在他面前说，韩星最喜欢那些撕快递纸的男人，撕得越快，在他心中的形象就越高大。单纯如果然，上头经过坚持不懈的整理，终于填满了本子，里面记载了关于吴韩星的一切，细致程度堪比百科全书。这么久以来，韩星是怎么为他工作的，是怎么守护艺人们名声的，他全都看到了。他打心底里觉得，这么努力用心的韩星很帅气，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璀璨耀眼。接下来的3天，韩星要陪其他艺人到外地出差。等待的日子里，董泰星总嫌时间过得太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和折纸飞机上，希望韩星能搭着他折的纸飞机飞到他身边。有成哥嫌他太幼稚，自己却在不停搓着卫生纸，苦苦等待女友的归来。原计划是明天回国，可韩星因为太想念，赶着搭了最后一班飞机，想给男友一个惊喜。他想告诉孔泰星的是，其实还有一点别人不了解，那就是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孔泰星不行。此时，另一对甜度超标的情侣宰贤和柔娜又迎来了新进展。他们的感情发展总比别人快一步。柔娜最近一段时间总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一查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听到这个消息，宰贤愣了几秒，马上拆下面包上的绑带，系在柔娜的无名指上。为了避免恋情被同事发现，孔泰星接下来1个星期不能频繁来公司，也不能和韩星在一起，只能在柔娜和宰贤的婚礼上偷偷牵手，看着那对甜蜜的恋人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在台上深情拥吻。韩星也忍不住有些羡慕。和朋友们聊天时，韩星无意间透露自己从没去过济州岛，这消息立刻被朋友告诉了孔泰星。泰星做了非常详细的旅行攻略，
想给韩星一次浪漫旅行。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保证连亲妈都认不出来。谁知刚下飞机，就被骨灰级粉丝认出来了。还好韩星走得比较慢，不然两人的恋情就要曝光了。旅行第一站，孔泰星打算带韩星去一家隐秘的美食店，结果到了才发现，小小的饭店围满了人。韩星过去打探情况，原来是甜蜜夫妇宰贤和柔娜在那，难怪这里人那么多。第二站，他们去了油菜花田，刚准备拿手机拍合照，剧组的人扛着机器往这边赶来，看样子是要在这取景，至少得拍一整天。没办法，韩星和孔泰星只能找了一小片油菜花田，勉强拍了一些照片，打算回去靠修图把背景填满。虽然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不少粉丝认出来了，发到了网上。韩星有些担心，笑着提议今天哪也别去，就在民宿里吃饭休息。看韩星身心疲惫的样子，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趁韩星睡着的时候，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喊到济州岛的花园餐厅吃饭。这对韩星来说简直是个大大的惊喜，这下他们终于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在外面自在地吃饭了。因为大明星的身份，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带着女朋友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就连约会牵手都要小心翼翼地找个没人的地方。对此孔泰星感到非常亏欠。看到流星时，他许了一个愿，希望公开和韩星的日子可以快点到来。第二天旅行照常继续，他本想带韩星去另一片花园，但窦律师已经把女朋友带去了。他想带韩星去秘密森林，但那里已经被有成哥占据了陶瓷店，更不用说宰贤和柔娜正在那里打卡。他们只能沿着海边约会，看看途中的风景。正准备深情一吻时，记者打来了电话，向韩星询问孔泰星是否和一个素人去了济州岛。约会按照公司的处理流程，得先和当事艺人确认。韩星一本正经地问